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们都知道钙对身体的重要性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注重钙元素的补充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缺钾比缺钙还危险。留意身体4个信号，说明你缺钾了，这5种食物帮你来补。今年刚满62岁的李大爷已经有将近10年的高血压病史了。除了高血压病之外，李大爷的身体还算是比较健康的。日常中他一直谨遵医嘱，每天坚持按时服用降压药，所以整体上血压控制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。但是直到最近的一段时间，他总是感觉身体有些疲劳，并且时常还伴有干呕的症状，甚至有时候会感觉到心脏有些不舒服。在一次吃饭的过程中，李大爷手抖得十分厉害，连筷子也抓不稳，甚至有抽搐的迹象。李大爷的儿子见状，赶紧的带着李大爷去医院做检查。谁也没曾想到，经过相关的电解质检查，最终医生诊断李大爷患上了低钾症。医生说，之所以李大爷会缺钾，这与李大爷长期服用的降压药之间有很大的关系。对此，一家人觉得难以理解，为什么吃降压药会导致低钾血症呢？吃降压药为什么会导致缺钾？临床上常规的降压药物有2种，分别为利尿降压药和自由神经系统药。利尿类的降压药，其中的一个副作用便是导致患者缺钾。利尿剂类的降压药主要是通过抑制钠水重吸收，减少血容量，从而降低心排血量而降压。而我们体内的钾元素便会随着体液的排出，因此患者便容易出现钾元素的缺失，是一些日常需要服用大于等于2次剂量的，体内的钾元素丢失的会更多。这类人群出现低钾血症的风险也会增加，而这也就是为何李大爷明明只是患有高血压，却为何会患上低钾血症的原因。2. 缺钾比缺钙还危险。我们知道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，而缺钾更多的是全身性的危害。当身体缺钾时，很多患者会出现四肢软弱无力的症状，后续还会出现躯干以及呼吸机的功能异常，一些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出现软瘫。由此可见，钙不足更多的表现在骨骼上，而钾不足的时候，对多种的系统都会有影响。别看钾很平常，但是却和人的生命息息相关。缺少 0.5 克时，猝死的风险增加；缺少1克时，有可能是死亡。3. 身体出现4个信号，或许说明你缺钾了。既然我们知道钾对于老年人如此重要，那么作为老年人，我们如何才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是否缺钾呢？缺钾在老年人身上会出现哪一种症状呢？如果身体出现以下症状，那么老年人就要引起注意了。1. 心律失常、冠心病。缺钾会对老年人的心脏造成巨大的威胁，严重缺钾时会对心理造成影响，让心血管系统处于高危的状态。若不能及时的干预治疗，便会出现冠心病等的恶性疾病。缺钾时，老年人的心肌会异常的兴奋，所以极其的容易造成心律失常的现象。若心脏已经有明显的不适，或者是心律失常未能缓解，要立即就医，避免心脏处于高压的状态，这将会有致死的可能性。2. 肌肉乏力。缺钾也会在机体上直观地表现出来，体内缺钾，身体便会出现食欲不振、恶心和呕吐的症状。随着体内缺钾程度的加深，身体的不适症状也会进一步的加重。有的人会嗜睡、呼吸困难等的症状，症状严重时会出现呼吸骤停的现象，有些人则会出现四肢乏力的问题。这不是能够通过简单休养就能够调整好的。
若不引起重视，很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安全。3. 口干舌燥。人体内不仅有钾，也有钠离子，要想维持体液的平衡，钠离子的含量自然也要保持平衡状态。人体缺乏钾元素，钠离子的浓度会受到影响，泌尿系统受到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。如果钠离子的水平过高，钾离子的含量过低，可能会令泌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，失常后尿液产生速度加快，再加上人体内的钠离子浓度高，容易让人产生口干舌燥的症状。4. 经常疲劳。体内每个细胞都需要适量的钾元素去保证正常运转，若体内的钾元素不足，细胞的能量也会不足，人体会觉得异常的疲劳，即便经过充分休息后也无法得到调整。那么这是要考虑到是否体内缺钾的表现了。4. 5种食物常吃可以帮助我们补充钾元素。1. 紫菜。100克紫菜中的钾含量高达1640毫克。紫菜中含有大量的钠元素、钾元素和钠元素，在人体正常的运行，便能够维持人体肌肉的正常活动，调节细胞内外的渗透压，让水分更平稳。经常吃一些紫菜能够提高肌肉的正常活动，并能够保证神经反应不受影响，避免因缺钾出现肌肉萎缩以及精神萎靡等的不正常现象。2. 菠菜。菠菜的各种营养元素含量都很均衡，而且含有大量的钾元素。多吃菠菜也能够通便清热、利气补血，糖尿病、肺结核、高血压都能够起到辅助的治疗作用，还能够大大的降低患癌的几率。我们每天保证300到500克左右的蔬菜水果食用量，便能够充分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钾元素。3. 香蕉。平均100克香蕉内含有的钾元素可达400毫克。很多人只知道吃香蕉可以排便，但是吃香蕉也能够为身体补充钾元素，缓解身体的不适感。4. 银耳。平均100克银耳里面的钾元素含量可以达到1588毫克。很多人平时喜欢煲银耳粥，不仅能够降火，而且能够补充营养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女性朋友经常吃一些银耳，也有助于皮肤越来越红润白皙。钾是组成人体重要的元素之一，同时对于维持人体的基本生命活动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与人们常提起的缺钙相比，缺钾所带来的危险性要高得多，甚至会造成患者死亡。当人体缺钾时，会出现身体乏力、情绪异常、消化功能异常、胸口不适等的信号。建议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以治疗，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上述的几种食物对钾进行补充。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过补即为毒，对于钾元素来说也同样如此。总之，钾元素虽然对身体有益，不可缺少，但是同样也不能过量的补充。每天摄入的钾元素也有相应的科学指标存在。根据美国医学研究所中心给出的建议，成年人每日补钾建议控制在4600毫克左右，而未成年人因为肾脏代谢效率较低，推荐控制在4500毫克左右即可。而针对孕妇等的特殊人群，因为对营养需求的量也增多，所以钾元素的需求也会变多，每日钾摄入量在5200毫克左右相对合适。总之，钾元素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，科学合理的摄入适量的钾元素才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做法。任何营养也都是如此，建立在均衡膳食的基础上的健康，才是我们追求的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